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3年8月14号星期一。今天要来维修这一台水雾扇。这一台的问题就是它的水雾变得很小，我直接测试给各位看，就是这样子，它的雾化功能变得比较小一点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处理这个雾化的功能。接下来我先把水倒掉。雾化功能变弱，就是因为它里面的水垢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水垢清理干净就可以了。那因为我这一台它已经用蛮久了，它水垢非常多，所以我还是要把它拆起来才会比较好清洁。那我先把它拆下来。那要拆下来也是蛮简单的，就是拆后面这4根螺丝就可以了。然后把里面这一个黑色的这一个盖子，像这个水垢，你都可以想办法把它清干净。因为高雄的水比较硬一点，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。要不然你就是要去买 RO 的，不过 RO 的1桶要10块钱，比较贵。那我们先看这样子能不能把它拿出来。这样子可能比较不好拿啦，因为我现在看这一台也是需要保养了，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全部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做一个风扇的保养。那风扇的保养我在手滑电风扇那一篇已经有分享过完整的保养过程，所以这一篇我就直接保养完以后再把它装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先把它全部拆掉。那我这边已经把零件都拆下来了，还有这个。那我们就是去把这些水垢清干净，尤其是这里面积太多的话，它会影响它制造水雾，所以我就是直接把它全部清干净。那后面这边你在拆这些排线的时候，你只要记得先照相，到时候要装的时候就看照片下去装。这个感应水高度的这个，只有这个要拆啊，这个等一下怎么装回去，我再拍影片给大家看。那我们先去把这个清干净，那这样子就大致上清洁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可以把它装回去。后面有稍微弄到一点水，我们就是把它吹干净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这边先进行保养，清洁保养完以后，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把这一台装回去了。那我们先装这个水的感应器，就这样子，然后这一块放上去，锁上1根螺丝，然后其他的就是把电线装回去。那我们就是按照我们拍照的这个接线员把它接回去。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装回去了。这边装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整台装回去了。那我先把它装回去。那组装回去以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测试。那我们直接把水装上去。今天是2023年8月17号星期四。之前洗完了，结果装上去发现它坏了，完全不能够起雾，所以这几天去找了原因，然后原因找到是变压器坏掉。这一颗变压器我之前已经换过1次了，这次又坏掉，我又去找了一颗变压器回来，初步测试这一颗变压器是好的。先给各位看一下，因为启动的话它会喷得很高，水会喷出来，所以我先找了一个这个来做阻挡一下。那先测试给各位看，就这样子。那正常来讲它就会起雾。OK， 就这样子。那现在确定变压器是好的，那我们就直接把变压器换过去。顺便跟各位讲解一下，你如果在清这个起雾器清的时候要比较小心一点，因为它是2片合起来，然后有一个涂层。那你如果水垢卡得太重的话，你硬刮会把这个涂层刮坏掉，那刮坏掉这一颗就没有用了。所以我都是用铜刷稍微清洁一下就好，就是让它中间这个涂层是完整的。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是你能刷得掉就尽量刷，大致上是这样子，所以你只要注意不要把涂层刷掉就好。那我先把变压器换过去，然后它这边有2条供应线，那一个是12伏的，一个是28伏的，板子上面都会写，所以你不要接错了。绿色的话是28伏的，蓝色的线是12伏的。换过去以后，我们先稍微测试一下好了，要不然到时候装上去又不行的话，如果不是变压器的问题，那可能还要再拆一次。
所以我就直接在安装之前先再测试一下。那这样子好的，那我们直接把它装上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我就是直接把它装上去了。那这样子就把整台机器组装回去了。那接下来我们一样来进行测试。风扇没有问题，然后转盘没有问题，负离子没有问题，定时可以，然后雾化，有这样子就完成了。这样子的雾化程度才是正常的。那这样子这一篇就已经维修完成了。那我这一篇水雾机的简易维修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